反正你登记了也可以不打嘛，所以我才说你真正要看到最后的高端义勇军、高端战士到底有多少。好，那所以很多人虽然还是觉得说，那刚刚是国际疫苗安心嘛，经过认证的，那BNT 大家想说哦，最起码有1500万剂。在昨天其实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了陈时中，因为现在国外其实都在加购，已经打到什么第3剂了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计划呢？陈中其实笑出来了呀，他笑了一下，说想这么远。对，我觉得好可怕，想这么远，不该想这么远吗？他不是指挥官吗？所以他没在想的，是不是？他觉得这太久远了。可是国际上早就已经1个月前、2个月前，大家都在动员要买第3剂啦。其实这就是陈时中哦，还有民进党的整个疫情指挥中心为什么现在信用会破产的一个原因。你难道之前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就说先不要讲说陈时中能力如何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非常的没有耐心，一直批评他说根本他就是一个牙医，本来对于公共卫生还有对于这个疫苗学呢，通通都不了解。因为他有说，他说在明年我们已经有2000万莫德纳的次世代疫苗，那现在呢还不是讨论加购第3剂 BNT 的时候？不是，我觉得他如果讲说我们现在要先全力解决我们2剂不够的问题，等我们2剂大家都打完，全台湾呢2剂都打了合格的疫苗，然后我们的整体疫苗的施打覆盖率已经高过70%了，我们再来讨论第3剂。我觉得他如果这样讲，大家没有问题，不会有人对他质疑，因为第3剂是像以色列这种国家，他已经2剂都打了，然后他们发现说，他们先打的那2剂对于防护 Delta 呢还是不够，我再考虑去打第3剂。那因为台湾毕竟呢，我们还可以做境外管制，对，好，我们目前控制 Delta 呢，还能够想办法用大家戴口罩啊、配合啊、什么不要群聚啊什么的，还想办法已经把它控制这个没有爆发。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追求的是真实的疫苗施打的覆盖率。是我为什么要强调真实？因为现在民进党政府连这种事情你都要掺水讲，他用什么剂次人口比？对，不是简单讲就是说，他就是连打1剂他都把你算进去嘛。对。可是这个不符合国际标准，因为大家就告诉你说，就是要打2剂才行。那人家讲的疫苗覆盖率啊，不管我们讲的说以色列数字为何，美国数字为何，英国数字为何，我们讲的都是完整的接种2剂嘛。那台湾在那边。大家才打1剂就好高兴说，你看我们都已经打了20%吧，30%。那你来问一问我们民众，像我现在打了1剂啊，那我能够拿这一剂我就出国吗？我就去跟别的国家那个宣布说我已经完整的接种疫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人要承认我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出国的时候，我也还是要隔离啊，我也不能够像打了疫苗的人一下到别的国家地方去，我们就可以拍拍照啊。对，所以我们想说，现在这个政府要嘛，他就是讲一些反正似是而非的谎言，然后在那边包装，好，要不然他就是干脆就不告诉你了，好，比如说什么呢？我必须要讲到这个，就在7月27号的时候，我们的核二厂的2号机跳电，好，那跳电那个跳电原因真的太神奇、太离奇了，对不对？是椅子碰到了保护盖，好，那也 OK， 可是大家就觉得说，那我们看看监视器的画面，直接摆明了告诉你没有监视器，拍谁？好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什么跟什么？那前阵子要3+11的这个会议记录，也跟你说没有会议记录。好，那我再把今天的加进去。好，今天不是讲到那个帛琉泡泡重新启动吗？那它就是5+9，它免隔离，它就是居家自主，它就自主管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。这大家就觉得说，好的，一旦到时候这个决议怎么做成的？好，这个标准何在？我想应该也跟他要不到会议记录吧。所以现在你说什么监视器啦、会议记录啊，通通没有，你都要不到。现在怎么样？这已经是王道了，是不是？是天经地义的事了。我觉得这个大家老生常谈呐，讲那个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话真的是很有道理。就说你上面的人啊。做的一些很离奇的行径呢，你当然下面的人就会跟风嘛。比如说你上面的人越不严谨，越不重视科学，然后每天胡说八道比如说像陈时中拿蛋糕比疫苗，对，还说蛋糕也会做坏啊，疫苗做坏不要紧啊，就是你用这么粗疏的态度。其实陈时中讲这个话的时候
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，哦因为我很害怕说，那会不会有一些药监人员呢，因此又放松了这个查气的这个那个严谨度，他很可能呢，其实他不太达标，他就放水。对。可是你知道，疫苗如果它品质不稳定，没有办法达标各方面的话，它也很可能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毒害。当然啊，因为它等于是把病毒打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啊。那当然也有医师跟我说，他们很有信心啦，说我们的药监人员应该不敢。应该会很严谨的查，因为这个是刑事责任，就是一旦发生问题呢，他们是要去坐牢的。那当然，我听到这个事情，我也是觉得比较安心一点。可是我总觉得你在上位的人呢，你不能够很草率、很轻忽的态度面对所有问题。难道大家没有觉得吗？就是因为民进党的高官大员啊，每次都把这些事情不当一回事啊，每天都很轻佻。讲什么话都这样随随便便胡扯，然后就是只是喜欢搞个梗图博君一笑，这样每件事情都当成笑话一则，或者是选举操作。那这个上行下效的结果呢，就发生了台湾几十年来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。现在好像这个螺丝全面溃散。大家知道、而且好像一副我们还要习惯哦。大家知道那个核二基组跳电是多可笑的，他们自己称叫做低级错误，对他们都受不了。我觉得讲的真的一点都没错，真的有够低级。他就是一个那个管理员在那边呢，那个不小心踢到椅子，对，那椅子一不小心就去撞到他的那个一个板子，结果他就跳电了。然后整个过程呢又很低级的呢，还通通都没有录影带，就跟那个上次有没有那个。黑道啊，跑去警察局去砸什么的，让那个录影带也刚好那段时间失效。就台湾的整体的这种管理啊，这个各方面呢，大家觉得还蛮先进、蛮优秀的部分呢，现在就这样逐渐的恶化。所以你也拿这个政府没皮条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他告诉你没有会议记录，没有监视器，你就是要习惯了，因为这是成了新流行、新常态。我现在觉得比较忧虑的，还不是政府，就是我们整体的选民啊，投票民众啊，就是有很高比例的人呢，全部都在和稀泥。是就他们对他们的价值，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要求呢，通通都觉得没关系。我再讲一次。连高端这种疫苗呢，打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打到你的所爱的家人里面，你的亲朋好友，这个爸妈兄姐里面，你们都觉得没关系，都觉得可以打，那我就觉得这种真的是和稀泥文化的极致。我觉得和稀泥真的很可怕，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帛琉泡泡的部分嘛，因为它现在这个只要自主管理5+9，就是完全不用隔离，你反而在国外打了2剂疫苗，你回到台湾还是要乖乖关14天的。那这个部分大家才在讲，连他们自己民进党内自家人都受不了，就说会不会变成破口啊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忘了3+11，结果在刚刚陈时中最新说法是呢，他不认哦，他不认3+11是破口哦，他把所有机组人员和家人还有诺富特饭店，他说这是一起群聚事件，不是社会的破口。3+11到现在他死都不认，也没人负责。不止他不认啊，你看那个范云也没事了啦，没事了啦，他没事了。他点了这个火，结果呢回去躲了83天，那又出来又好汉一条，对，又觉得说那不然你能奈我何？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的政治文化最恐怖的就是在这里。就说3+11这种失误会不会发生？它有可能会发生，但是你发生了以后你不究责，对，就是该负责任的人也没有下台。你说今天陈时中你说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不要临阵换将，可是你起码你的次长，对不对？你的副部长，你有去开那个范云那个会议的代表，卫福部的代表，你总要惩戒几个人嘛？怎么能够说在那个现场，专业知识跟委员讲说，这3+11万万不可哦，这跟病毒的那个潜伏期，它可能发展的病程不符合，这样子是很危险破口，你都不提出专业意见。你刚才讲那个帛琉的问题，千惠，我认为陈时中以他现在的这种心不在焉，好像一副那个老佛爷什么都不管，他每天都臭着一张脸，讲话有气无力的这种状态呢，我认为他一定会推给交通部。
哦，他一定会说啊，那这个也是交通部的决定啊。就好像人家说，那9月要开学了，那到底这个外籍学生来怎么办啊？什么那我们这个就要看那个教育部的决定啊，就这样啊。他现在作为一个指挥官，就什么东西都推给别人，然后就是只要他每天下午2点在那边报数字就好了。报数字啊，